就因为 AG 的拉扯确实做得好，就是每次你看到，就包括像一开始其实小胖中路那波是他是狗到了凯，想用凯做位移去滑后排的，但是当时第一瞬间，中医是往前走，4个人往后走，一下把小胖空出一个5米远的壕沟来，然后中医再开大他没法上，这就过不去了。但是这种时候如果狼队再脱节的话，那就会问题很大。接下来这局的话 ，AG 在蓝色方先把凯搬掉了，自己用过了，然后把鲁班纳什再送上班位。对。 鲁大是应该是不拿也不想给你的。狼队这里是就不搬，他知道 AG 不用。对，狼队的话把阿古多给搬了。AG 这个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这个一直自己用一个班位放鲁班纳，其实挺麻烦的，他又不是不会用。这个其实倒还好吧。你看这个阿古朵，其实狼队如果 AG 不搬的话，这个阿古朵其实狼队也不敢给到中艺。然后苏烈的话也是在这个赛季大帅打出来的一个占班位的英雄。就这样 AG 最好还是在红色方，因为你蓝色方一直放个鲁班纳什，这个虽然 AG 强归强，但是你班位上毕竟还是始终放着这么个英雄，挺麻烦的。对，看一选要什么？就是凯送上班位之后，看他1楼去抢什么了。大司命，司命者当如其。 这场比赛中期真就是比中一个小胖子。有没有可能在这把看到什么 FMVP 对决？有可能啊，你凯都搬。主要你第一把用过凯了，对面没凯的话，拿个大司命，我感觉老虎也是可以的。老虎配空空儿来不来？完全能打的。回首献花，现世惊奇。说不说？哦，震惊长安！来了，来，哎，很精彩，来了。黑金虎大司命。 一个是7战7胜的大司命，中艺的 FMVP 英雄；一个是本赛季8战6胜的裴擒虎，小胖的 FMVP 英雄。你走过最长的路，太乙真人。越是恐惧，越要狂铁。因为他这局其实是不能把这个狂铁放给狼队拿狂铁加老虎的。等一下。啊，紫幻沈梦蟹用掉了。 等什么？你有什么熟悉的味道？是这个味道吗？是这个味道。就看到这个，不是因为突然这个老虎吕布的上次那个回忆啊，突然窜了出来。要选吗？这把吕布打狂铁，那有没有早点？哎，他估计怕被ban啊。这 SK 这赛季也不是第一次用这个了。 确实，你现在不打也有可能会被ban。吕布在归期手中这个赛季的话是4战3胜嘛，而且用来打狂铁的话，吕布这个英雄就天然上真实伤害对于你前排的一些。他也能打大司命啊。 其实包括太乙，他能打点确实还挺多的。2轮搬伊诺，把戈亚搬掉。伊诺在上一场比赛中期整个局面僵住的情况下，他多次破局啊。是的，尤其是在蓝区的那一波闪现追击，那个确实他抓机会的能力，不得不承认确实强。确实那个蓝区也好，红区那2波就是1秒钟都不差，刚刚好。是的，然后后续的话 ，AG 是把海月给他搬掉了。 海月也是限制大司命的，其实，狼队这手阵容不想再给 AG 中轴出一个比较强的开团点了。那 AG 要把真机搬掉啊？哎，确实是你这个狂铁加大司命，确实受不了这个真机。公孙离 ，AG 先搬了一手射手。 沈梦溪，没问题，我觉得最后一班就是真机。真机肯定这个不能放，绝对不能放，绝对不能放。你放给狼队的话，你这狂铁加大司命就显得太呆了，玩不了了。搬了，而且他搬沈梦溪的话，一定程度就已经是告诉你，你如果敢放我就拿。对吧？你沈梦溪也处理了。死喽。没有5班的家伙，艾琳，太可怜了吧？哦，中路的 counter pick， 留了个5楼。 子焕的手里英雄还挺多的，他的90%胜率的不知火舞跟裴擒虎也可以做搭子。早已给一诺选一个在下路自己玩的英雄。双伤这把确实没有那么好用啊，不好玩的。这把有空儿对线打艾琳，再来个吕布啊，翻滚都不敢翻的。而且不会拿孙尚香打空儿的。是的，现在基本上会玩的队伍都会选择在对方如果要是出太乙的情况，然后出太乙孙尚香的情况下，直接空儿卡，或者前点就把空儿亮出来之后，逼你太乙孙尚香是不会让你选的。这种孙尚香翻滚一下就炸了。对，你要顶着空儿选孙尚香的话，你孙尚香根本打不出伤害。最后一手。而且你选孙尚香的话，对面这5楼火舞还卡人。哎呦，这个阵容是
不让中艺活啊，这种打前排的能力有点强。空空儿加上带晕眩加安琪拉的话，就一套秒了。但是如果要是换成嬴政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啊，再慢慢打。但前面那个如果是安琪拉、艾琳、老虎、吕布，前排压力有点大。对。这局好看，而且其实我现在。 以前我没有说喜欢看哪个游走英雄特别多，但我其实真的觉得大帅的这个太乙确实挺有说法。这英雄其实下一届解说杯靠看大帅的直播为生了是吧？学不会，转游走这个真学不会，这个比看打野的还难学。我这两天正好看他在那个训练营研究兵甲，就是那个兵甲双兵效果太多了。他玩那个张飞五连控，你没听过吧？2技能拉兵甲一段，1技能一段，大招回吹再砸一段。 一共只控5段，控5段，就太乙也一样，但是他这个太乙，其实太乙来回2闪也好，然后闪炸也好，就这点技巧，但是他确实他的太乙玩的熟练度很高。看医生在上一局比赛的时候是达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总局数500里程碑，那么在这一局比赛拿到了空空儿，在这个赛季也是医生使用次数最多的英雄啊，空空儿，然后带了个晕眩。这局最好看的，那一定还是大司命对裴擒虎。那一定的。 但这把的话，大司命其实不好打，因为空空儿加上吕布的话，这个双控是一定能够稳定控住中艺的大司命的。对，只要你被空空儿贴到了，吕布就一定能够跳到你。他主要是不能随便被挂印记，到后面，挺麻烦。你这个阵容你很难不被挂印记啊，你这个狂铁加太乙，这人家大司命的，对吧？很难不被挂到印记。这吕布还是很好挂的。 然后吕布落地的话，可能这个小乔也在这准备着嘛，因为跟王昭君是一个概念，就是王昭君2技能封你吕布落点，小乔的2技能也是能够封你吕布落点的。好，艾琳这局比赛选出来，我估计狼队也提前想好了，就是你这手敖影的选择。然后艾琳的话，因为这个版本艾琳金色圣剑加上辉月，刚好是完美 counter 对面的这手敖影的3火。是的，而且射手本身也搬的差不多啊。 那上一局比赛，我们一直在聊关于小胖和一诺在队伍当中经济构成对于整体战队的胜率影响。今天的话，一诺在第1局比赛，因为他在这个赛季的话，他获胜的29局比赛里面的10分钟的平均经济只有6986。就是他其实不是，虽然 AG 赢得多，但是一诺其实不是在射手位经济特别高的。对，这里面有13局是低于均值的，然后而且平均值发育度是7182。 你比如说，在这个赛季像 RNGM 的极光，比如说像是哪怕是风萧这种抗压型的发育路，它的10分钟经济也是超过均值的，在获胜的局数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今天一方面是小胖的经济高，但是如果没有能够限制住一诺的经济的话，他是能够在中期给你破局的。这其实主要的是得压制一下，看情况。正常来讲，一般狼队是不太往发育路针对的。对，但是他其实是。 他拿的不高，不代表 AG 没有能力把经济给到发育路。来吧，双方的第2局比赛，蓝色方成都 HRY 会，红色方重庆狼队。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这个比赛，中路的博弈啊，大司命加老虎这俩英雄不到中路碰一碰。哎，两边都换线了。是的，撞上了。小胖现在看了一眼。 看一眼的话，进不去，那只能中线开了。这个抢线速度非常快，中线开还是很舒服的。对，然后嬴政直接把线抢完就往上靠，因为上路两边发育路都已经对上了，也都看到了彼此的换线。上野把中艺赶回了自己的野区，晕眩打一套。他这波必须交闪，不交闪的话很危险。哟，血量掉的有点多。一诺的闪现也被逼得出来，太痛了。吹小乔2-1一套。小乔大王，但现在没什么伤害啊。 其实也还行，也挺疼。小乔英雄伤害确实挺高的。就你在狼队这边主要是艾琳这一下，刚才是谁吃到的？没看清。我们感觉看经验条中艺好像反到了。一会儿看一眼，不确定。前面第1波把中艺赶回了自己的野区，但是小胖如果伤害还是丢了，那比沙滩难受。对。 两边打野都是从下半路往上刷，下路的位置又打了起来，依旧是长生过来做了波支援，卡住技能的 CD， 但归期这位置是想把闪现省下来的，挥一下拿到2技能西盾。小乔这个2没中，这个2如果中了的话，还能够稍微限制一下。归期在卡自己的走位，就尽可能不会吹的。上路大司命开大招，继续吸，116位置位移拉开距离，压力有点大。
但是太乙续了个1，所以小胖的裴擒虎也不敢往上跳。是的，回头吃了个血包，再分一下钱。想过来的话又要被炸，二技能拉到了，但距离有点远，安宁直接开大招，那大帅这波把自己给送进去了。能回去吗？一诺救一下，救不了，小胖是一血扑出来了。狼队这个后退步其实就已经意识到了，可能你会在草里蹲我，但是大帅还是想着上去开一波，没想到这个二技能的最远极限距离拉到了，如果没拉到也就算了。那你觉得这下出去是想拉到还是想不拉到？我肯定还是想开到。但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有点问题。能不拉到是最好。是的，大帅估计自己也不想拉到刚刚那一波。来看一下，这波就是蹲草，回头续1，然后他后退，就把你勾过来，勾过来艾琳一个大，你就死了。小细节啊，而且太远了。而且小胖也有一个向前的走位，走完位之后立刻回头。对，非血胜率83.33%，一血胜率80%。哎，来了，就我们前面说到那种最精彩的画面，一个一血胜率全联盟第一，一个非血胜率全联盟第一，总有一个得降。你其实这个数据你拿出来，还不如不说。哎，为啥？其实我觉得还好，你要知道，因为 AG 的一血胜率都没有非血胜率高。那刚好因为这局比赛刚好是狼队他拿到了1血，对吧？你一个一血胜率最高的队伍打一个非血胜率最高的队伍，那不还是5开吗？对啊，那就一定有一个人的数据会降下来，看看谁的含金量更高。对，因为一般来讲是一血胜率高，非血胜率也高。AG 这个赛季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非血胜率比一血胜率高。哎呀，尹正跟刺桐看好的是狼队。太靠过来了，二技能拉一下，但是被空广的分身给挡了。正面给的压力还是很足啊，大司命这英雄。小胖经济刷的还是快。现在才3分42秒，对位已经领先700多了。是的，那补的刀其实差不多，但是线吃的多。但关键点是这把渲染他线上经济没有对位领先。没错，这两个英雄互相压不住。只要正常对线，没有人来帮忙的情况下，也是压不住。话音刚落，他把上路那波 B 线吃了，领先了个25块，一点点。护盾消失，弩车出击。4分钟的龙，这一波应该狼队会在基于上一局比赛的情况之下，适度吧。对，会把位置拉一拉。主要是第一时间狂铁没在啊。大司命在打自己的红，老虎想 run 龙，他也在旁边去炸，拼城又拼城过来了，哎，长生一个一技能就打到。你今天的逞手有点潮啊！上一局比赛被这个真是自己着急了。过去一个凯，因为成绩拼逞成功，这一波被小乔拿到了。这真是手有点潮，因为其实我刚才刚想说中医有点慢了，知道吧？就刚才那个乔来不及，他过去的时候应该是正好差那么一点点距离，但是小胖自己成早了。他着急，他可能怕中医这边抢到，因为他看到了大司命放1技能往生图了。对，他不知道大司命的视野在哪，他只能看到那堵桥，那个桥架过去之后慌了，所以选择了先交城，急了一下，而且看到了小乔在旁边，因为小乔他的1技能斩杀线也不低。哎，其实我们从上帝视角看，他只要稳稳的放那个城，就肯定是他的。是的，是的，一定的。舔过来。你老虎一个1嘛，再接一个城的斩杀线也比小乔一个1要高。把人斜拖了。上路，风萧交出了闪现往回退，但轩然也交了个闪，换闪。哎，大帅在野区被炫了一套，闪现进龙坑，嬴政扫大招给自己一个复活。但今天小胖这个惩啊，小胖今天钱刷的是真快，但惩捏不住有点，伤害有点高。这波被粘上了，吸一波吕布赶紧盖大招过去封位置。看个一想往回退，但是还在吸上来了。一诺也在追着打，把小胖打走啊！这大司命强度太高，关键是大司命3800块，小胖经济4600块，大司命站在面前，狼队这个阵容打不死他。但因为那一波其实前面小胖已经拉到侧面去了。对，而且嬴政那个大招的话，其实在前点是交给了大帅的。是的，就是其实狼队没有真正意义上把伤害那一下集火到中医的大司命身上，所以伤害其实也不高。而且你看中医这把装备，就感觉他为什么伤害那么高？你看他出的啥？就是红刀加嬴政，他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就是这么出了。是的，这个出装其实排位里多。对，他在这个赛段的第1场 BO5的比赛里面，当时 AG 是打 LGD， 就是这么做的，伤害巨高，带了7货元3无双。这套打法是无兽痕，第一下没把他秒了，你被他反咬住就炸了。所以我才想，刚刚他怎么吸的那么快？因为目标没有那么多，而且不觉得伤害还高，你不觉得血掉的巨快吗？是的。但是有太乙啊，他可以用第1条命上去打伤害，然后太乙给个复活之后起来直接交大招，
其实这样也有这把，我觉得也有它的道理。就首先的话，前排有个狂铁，第二，在对面有个吕布的情况下，而且打前排能力这么强的情况下，其实如果真的做纯肉，好像后面也没啥太大的意思。而且他这把需要通过大司命前中期的伤害来拖一诺敖影的经济发育。但是这样容错可是第一啊。有狂铁在吗？狂铁他已双前排了，等于。但这两个英雄等到归期起来，就都还好。狼队转了一波下，带着波兵线推下路，就啃。对，敖影把线清掉，可以变龙走。龙虎斗是中路也在打，狂铁交出了闪现，灰七一个大换了渲染一个闪，是很赚的。大帅的奔狼套出来了，拆的很快。但你看脆是真脆。攻速暴击流大司命的出装和铭文，脆的肯定快。但风萧现在在没有辉月之前，他没有这波上场抓了，大招一开，没办法，太乙离得太远了。这能回，但是脆啊！风萧他1v1我可能不是很敢给你打，但是看风萧的出装啊，他是金色圣剑之后没有出辉月，直接裸了帽子。其实现在这阶段没人对他有什么威胁啊。其实 AG 真正意义上切后排的英雄其实是一诺，就狂铁能切，但也不是个刺客。但现在一诺的伤害明显不足以将风萧给秒杀。然后刚刚小胖也往上路去支援了一波嘛，跳下来落地，打了渲染，再会一刀，渲染也残了。小乔开启大招，灌了一波。这个蓝给谁了？给了归期。长生也是弑神之术加帽子。哇，但这么打一会儿，归期一旦刷起来了，感觉 AG 压力很大。龙被中医撑下来，对。但是狼队明显是想逼你这个中一塔的呀。如果你被逼到了下路，中路狂铁没人管，被狂铁把中间线理了，那这样狼队转中的话也拔不掉 AG 的一塔。就慢慢来，但是主要目标还是这波红区，但是东西不多。就是看一下风萧最后的保命装怎么选。这把一诺感觉后面也不是很好切的，他如果做个保命装的话，战斗经济上小胖多一些。兵线收益上小胖也会更多一些。是的，经济还是拉得非常高。就小胖的老虎风格还是这样，他不会一味的打架，他还是要先把钱揣在兜里，找机会狠狠的扑一波。老虎得有钱，对，没钱就废了。宗师也来了，5分半钟，这个时间点对于两队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时间点不能掉人啊，掉个人龙就没了。其实9到16分钟这个时间节点是狼的关键节点，因为狼队的最高胜率时间是10到15分钟，他的胜率能够来到82%，全联盟第一。AG 有74%，但是没狼高。这边来了，吕布攻打进去，空光也交完到了太乙真人，回头给波控制，敖影3火魂也抽到了吕布的身上，吕布被打到残血的往回退，双方对抗路都交了闪。长生吹得有点准，落地第一瞬间吹起来接扇子，接一诺的3火，这个亏有点扛不住。对。但是为什么说这个15分钟这个节点重要？一旦超过15分钟啊 ，AG 的胜率还有75%，但是狼队会直接掉到55%，从82%掉到55%。在中期的那个时间点，狼队的胜率确实是比较低的。对，就10到15分钟这个节点，狼队其实最好是能够打出巨大的优势，不然到后面胜率会下滑的很厉害。就现在的数据说明了这一切。给去这条龙挤大帅上来，开一下一波集火，把风萧给秒了。小乔拿到这个头，但自己也阵亡。大帅太乙给个复活，交给自己站起来之后再补一个控制。敖影在旁边给个3火魂在后方帮助队伍处理掉了小胖，也跑不了啊。是的，终于拿到了3连决胜，带走了归期以后只剩子焕一个人了。太敢开了，真的。这是为什么说他太乙厉害？残血炸3个，然后小乔跟又来不想让子焕走，没想到在10分半钟之后到11分钟这一波团打了狼队一个团灭。太吓人了！其实当时狼队挤的是野区的视野，也不是说真的要打架，就把视野挤出来看情况打龙还是打。但原地一个反开，小乔大司命面前3个人被定在原地不能动。对，这一波狼队在往里冲的过程当中，似乎已经被 AG 准备好了，就是你只要敢过来，反而是 AG 在自己的野区反开你一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结果就是你想过来，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敖影的位置也准备好了，大司命一技能过来之后直接杀进人群，太乙过来补个开，小乔伤害全部灌满，抓机会能力真的太强。对，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嬴政因为看到了敖影，不得不退，然后敖影过来3火魂直接去抽小胖，把老虎给带走。这个是绝对的临场反应，因为其实第一时间就是综艺放的那个乔啊，他是冲着龙去的。大帅看了一眼，3个人进来的一瞬间，正想往后退，又来开，就开这个空空儿没办法，躲不掉，因为退路已经被大帅的太乙封住了，所以只能换到外面去，但是外面也是 A 级的人。是的，真吓人，抓机会能力肉眼可见，是就那1秒，退出去就抓不到。中国那波也是，然后当时大司命拐了个弯从龙坑上来打，中手魔塔吹起来一套，吕布已经残了。太乙又拉进去，再炸2个大司命过来，瞬间融化，输出大司命的爆发太高了。一技能过去，又斩了一套，把人打个小团灭。吕布反跳，吕布一个人了，落地 A 一刀，但是有复活给上了。是的3火往里灌，再转，长胜拿到了这个头，再次团灭了狼队。是的，等会儿。出来的一声响手，一波了，得走，但是好像有点难走。13分钟，开到了回去，扛了个泉水炮，卡住位置，开变龙形态，再落地喷一下，12分51秒，拆家就够了。还想杀一声吗？直接可以推水晶了。是的，再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这 MVP 我怎么感觉？我本以为是大司命，但我嗅到一股太真人的味道，玩的真好。哇，这把2局比赛啊，其实每把小胖都在自己正常的节奏里，但就是打着打着中间就会冒出一个人来，这总有勇士一马当先。上把是渲染，这把感觉中间是太乙。对，就打你兔子团。对，就2波，就2波打完就推掉了，就把你定在原地，强开你，强杀你，你能怎么办？还有一点就是胖王今天那天这个潮这个成绩啊，确实手有点潮，这个得规整一下。这2条龙丢的太难受了。听听评论区的看法。哇，又是不到15分钟，这感觉10分钟一过，再过2、3分钟 ，A 级直接。